你见过比摩天大楼还要高的树吗？你知道在地球上存活了上千年的树有多大吗？在没有看到这些巨树之前，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生物就是蓝鲸了。其实确切点说，蓝鲸只能算是生物界现存最大的动物，还算不上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生物。最大的生物个体其实多数都是一些参天大树。这些大树由于生长在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遭到人类的破坏，才能够完好无损地存活至今。其中有一些大树的高度甚至都已经长到了50多层楼房那么高。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大的9种树，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生物界真正的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9个，代表桉。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种特有树种，这种树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90多米高，它的树干最粗的部分直径最宽可达3米。这种树其实也属于桉树，但是它仅是桉树属的其中一个亚种，整个桉树属共有多达1000多个亚种，而这种代表桉则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树的作用与大多数的桉树一样，多数都被人类当作木材用来建房子以及家具，包括日常所用的纸，有很多都是出自这种桉树身上。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利用这种桉树，主要就是出自它疯狂的生长速度。桉树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树，每年一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这种树的生长速度会非常快，仅需1天的时间，它就可以向上生长3厘米多，1个月就可以长出约1米左右，1年最快可以长高10米。也就是说，仅需短短的3到5年的时间，这种树就可以长得非常高大。人类即便是将其砍伐殆尽，用不了3、5年的时间，它依然能长成高达50多米的参天大树。第8个，巨云杉。巨云杉也叫北美云杉，这是一种原产于北美西部海岸的一种大型常绿针叶树。这种树最高可以长到将近100米，树干的直径可达5米，它的寿命很长。在美国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内，有一些巨云杉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0多年。这种树的生长速度极快，即便是已经高达30多米的成年巨云杉，它们每年仍能够继续向上增长1米以上的高度。这种树在当地的作用与上面的代表桉一样，多数都被当作一些建筑的木材使用，但是它要比其他的树木用途更加广泛。由于巨云杉拥有高强度的重量比和规则，并且它还具备非常出色的声音穿透力，可以当作声音导体，因此这种树除了被当作建筑木材使用，它还被广泛用于钢琴、竖琴、小提琴以及吉他等乐器的制造。世界上很多吉他的材料就是使用了这种巨型云杉制成的。除了乐器，这种树还可以用来制造帆船甚至飞机的翼梁。人类历史上第一架能够实现自由飞行并且可以操控的动力飞机，就是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有动力的飞机，名为飞行者1号的机身就是利用这种巨云杉制造的。不仅如此，2战前的很多飞机大多数都是用的这种材料。除了以上那些作用，其实这种巨云杉的作用还有很多。毫无疑问，除了高大，它还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木材树。好，第7个，花旗松。花旗松也就是北美的黄杉，这种树原产于北美地区，通常都生长在一些靠近海边的区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岛的圣胡安谷内，生长着一棵名为红溪冷杉的巨型花旗松。如果按体积来计算，这棵树则是地球上已知最大的花旗松。据估计，这棵树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大约1000多年。由于其位置隐秘，并且距离河流较近，因此满足了它长期生长的必要条件。这棵树的直径为4.2米，周长为9.8米，高度达到了73.8米。如果从体积上去计算，那么这棵树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一棵花旗松。其实除了这棵，世界上还有很多种花旗松要比它更高，但是整体体积并没有它大。这种树最高可以长到120多米，它们主要都生长在一些温和湿润的地区。花旗松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强，它们可以承受44.3度的极端高温，也可以抵挡零下34度的极端低温。不同地区的花旗松的寿命也会有所不同。再有就是它们的用途，花旗松这种树的木材强度非常坚硬和耐用，因此它被广泛用于重型木质结构。像美国海军的复仇者级扫雷舰的船体采用的就是花旗松制成的。之所以会用木质材料打造战舰，是因为花旗松这种木质材料具有柔韧性、高强度以及重量轻等特点。这种材料所制造的战舰能够使船体承受附近的地雷爆炸，并使战舰具有低磁信号，隐蔽性更强。至今为止，这种木质战舰仍在很多地方被广泛使用。好，第6个，塔斯马尼亚蓝椒。塔斯马尼亚蓝椒也叫蓝桉，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的一种特有的常绿乔木。这种树的高度通常也就在50米左右，但是如果生长在一些相对适宜的环境下，它们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90到100米的高度。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内吉维斯顿附近，长有一棵名为坚强的女孩的蓝桉。这棵树的体积为368立方米，树身高度达82.3米，树干直径为5.54米，周长则达到了19米，非常巨大。可惜的是，这棵大树于2019年2月在塔斯马尼亚丛林大火中被烧毁。在烧毁之前，它曾是澳大利亚体积第2大的树木。这种大树的木材质量较差，很少有人
人会利用莱恩这种木材建造房屋，这种树广泛被人们用于提炼药物，无论是它的树皮还是树叶，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第5个，王桉，它是杏仁桉的一个变种，之前也被称为澳洲杏仁桉。这种树原产于澳大利亚南部，通常都生长在一些年降雨量高达1200毫米的凉爽山区。现存最高的王桉树是一棵名为百夫长的树，这棵树位于塔斯马尼亚南部。截止到2018年，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100米，直径为4.05米，周长超过了12米。不过它还不是这个物种里最大的，据测量记录，之前有些个别的王桉树的高度达到了130多米，有些甚至高达150多米。只不过这些更大的个体不知是何原因倒塌，或者有些在森林大火中被烧毁了。如今现存最大的名为百夫长的王桉树，也在2019年2月中遭到了森林火灾的伤害。不过庆幸的是，它并没有被完全烧毁，大树的底部被火烧出了一个空洞，虽然受损较为严重，但仍存活于世。总之，这种树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树种里最高的树。王桉树同桉树属的大多数树种一样，它的生长速度也非常快，在生长的前20年里，它的生长速度每年最快能增长超过2米，但是随着树龄的增长，它的年生长率也会逐渐减慢。好，第4个，西部红柏。西部红柏也叫北美乔柏以及红雪松，这种树原产于北美的太平洋西北部，在加拿大的环太平洋国家公园内生长着一棵名为奇瓦特巨人的巨型西部红雪松。这棵树于1988年被发现，如今它是加拿大境内最大的一棵树。这棵树的高度为56米左右，虽然不及以上的那些树高，但是它要比以上的那些树大得多。这棵树的树干直径超过了6米，需要12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能将这棵巨树环抱一周。木材体积高达450立方米，所含的木材足以制作400多根木质电线杆，非常巨大。据估计，这棵树至少已经存活了上千年之久。其实不止这一棵树，所有的西部红柏普遍寿命都很长。其实它们的高度最高可以长到70多米高，树干直径最宽也可以长到7米长。这种树最特别的一点就在于它们的防腐能力。西部红柏的木材芳香且耐腐蚀，即便是被砍掉的西部红柏，它们仍能保持至少100年的时间而不会腐烂。然而这种防腐能力仅存在于较大的树木上，一些树苗或者较小的西部红柏则不会拥有这项防腐能力。第3个，贝壳杉。在新西兰的北地地区的一个森林里，长有一棵名为森林之神的巨型贝壳杉。据估计，这棵巨型贝壳杉的年龄至少能够达到1000多年。它是目前人类已知地球上最大的贝壳杉树，但不是最高的。这棵巨树的高度达45.2米，周长为13米，胸径接近5米，树冠的宽度达35米，整体体积高达516.7立方米。它的树干虽然并没有太高，但是树枝的跨度非常大，整体算下来体积非常巨大。这种树不但体型巨大，它还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品种。据研究发现，贝壳杉最早出现在距今约5万多年前，甚至更早。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人们曾在新西兰北岛的泥炭沼泽中发现过被埋藏了长达5万多年的史前贝壳杉。由于被封闭在化学平衡的环境中，使得这种5万多年前的贝壳杉仍旧被保持得很完美，有些甚至都可以与新砍伐的相媲美。如果经过干燥处理，这种史前木材仍可以被制成家具使用。第2个，海岸红杉。海岸红杉也叫北美红杉，这种树原产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通常都生长在气候相对湿润的环境下。这种树的高度最高可达115米以上，直径最长接近9米，但是树皮的厚度就可以达到25厘米以上。在美国的红木国家公园内，就长有一棵名为格勒根断层的巨型海岸红杉。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95米，整体体积高达1194立方米，树干的直径为8.34米，周长则达到了惊人的26米，至少需要15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将其环抱一周。这种树与贝壳杉一样，抗腐烂能力也很强。人类已知寿命最长的一棵海岸红杉的寿命，估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200多年。也就是说，有些巨型海岸红杉可能从汉朝开始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它们之所以能在地球上生存这么多年，主要也是出自自身强悍的抗损伤能力。在它的原产地，这种树一般很少会遭到病虫的损害。树木自身已经发展出各种适应性，比如它的树皮不但厚实，并且非常耐火。一些小型的森林火灾通常并不会给海岸红杉带来太大的伤害，主要原因就是这种树的身上几乎不含易燃的沥青或者树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挡大火的焚烧。即便一些树枝或者某些部位被烧毁，它也能够很容易的长出新的树枝，甚至一整棵海岸红杉都被烧毁，新的树芽也会从它的根部重新发芽生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火灾实际上有利于这种大树的生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火灾会导致海岸红杉周围的其他植物大量死亡，而这种树自身具备一定的抗火能力。等大火过后，其他植物被烧毁，海岸红杉的周围就会少很多与自己争夺养分的竞争植物。也就是说，火灾的范围越大，对海岸红杉来说越利于自身的生长。好，第1个，巨杉。世界上最大的一棵树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杉国家公园内，这棵树名为谢尔曼将军树，它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谢尔曼将军树的高度达83.8米，底部最大直径达11.1米，
早在2002年，它的体积就已经达到了1487立方米，周长则达到了31米，整体重量估计高达2800多吨，大约需要20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环抱住这个巨树。据估计，如果用这棵树打造一个大木箱，那么这个大木箱大到足以装进一艘万吨级的远洋轮船。如果用来建造房屋，至少可以打造40栋全木质大别墅，非常巨大。据推测，这棵巨树的年龄可能已经超过了3500多年，而在3500年前，我们可能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而这棵名为谢尔麦将军的巨杉树很有可能在那时期就已经生长在这里了。这种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巨杉曾是侏罗纪时期的代表性植物，很久之前这种树曾遍布北半球，后来地球历经过冰川时期后，大片的巨杉被灭种，只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小片地方保留下来了少量的幸存者，因此这种巨杉十分稀有。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